棺材，见官发财，盖起来了，就在那个位置。其实我非常的好奇，这个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看，这个是人为故意挂上去的，然后是用这个竹片给编织起来的，感觉像个小背篓。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湘西的大山里面，去看一些古朴的村寨。刚刚进入寨子的时候，就有本地的老大爷告诉我说，寨子里面有一处地方，目前有2栋房子，没人居住。白天村民都不敢靠近，到了晚上，更是显得特别的可怕。那这2栋房子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带着这个好奇心，待会儿呢，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苗寨，整个寨子清一色的木屋，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大门紧闭。很多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湖南、湘西，尤其是石头的家乡，就是香港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僵尸片赶尸的地方。大家看到吧，房门之上贴的有些符字，然后整个符呢有2张，上面有诡异的一些图案，看这感觉就像一个人的一个画像一样的，说它是文字又不像，就是一个画像，特别的奇怪。在大山里面很多房子都是这样子去贴的，它所代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还是要去探一探，看一看。看这边也有一张，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自古以来流传下来很多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走进寨子看一看。刚刚进入村口，我们碰到了一只大黄狗，显得很肉情。我们仔细看一下，它有一只脚已经是断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寨子里面老乡的生活还是非常淳朴的，整个寨子呢有30-40户人家，绝大部分都是木房子。这一片呢就是当地老百姓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要去看的那2栋房子呢，从这里走过去，将近是有500到600米左右。那边呢是独门独户的房子，以前大家都在那边居住，后面呢陆陆续续的都往这边搬迁，没人敢在那边住了。大哥在干嘛？不干嘛？不干嘛？这是你们家是吧？有红龟干。我们看一看，到你们寨子看一看。看啥？就看一下你们这边的木房子啊，看一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啊。是这么的，是吧？啊，对，你们都是苗族吗？是苗族。没有土家族吧？这一块。我们这里没有。我看你们这边好多都是木房子啊。也在这里采访一下子。对，也看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嘛，对，风俗。对。像这样的木房子大概修了多少年了？这些啊，20-30年了，30-40年的也有。有100多年的房子吗？没有。没有了。没有。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房子。这也就是一个40-50年。我看很多房子好像也空着，没人住了，是吧？这些房子慢慢的，他要往底下铺了。那个也是的，那个它前面好看，后面全部都塌完了。全部塌完了。相当于这边的老百姓都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对。慢慢的搬出去了。现在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原来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对。知道吧？是的。是的了，是吧？那像这样的寨子以后可能都会变成无人村了。对，那肯定。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湘西它属于5037，是吧？那到时候呢，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503呢，可能这个是深山老林的地方。但像我们这个地方呢，不管什么田土方方面面，它都很欠缺。的时候，国家的统一安排啊，
什么有规划的啊，去起房子啊，到一些这个城里面去起房子啊，这些地方啊，留那么1、2家户吧，有1、2户啊，看山就行了，是吧？可据我这个傻小聪明的这种估计，但是呢，也没有哪一个说这些，那肯定是这么乱，是吧？有这个可能，对，那有可能的嘞，是吧？那统一好管理嘛，才是最起码嘛，是吧？那你说像这违规一样的，那人家一个人都要1000把人呀，是不是？那到时候我们国家也走到这一步了，他是遥控指挥了，是吧？对。离钱小的，他就统一离一块大的，就是好用大拖。对，方便些嘛，方便些。对，会走到这一点的。知道吧？行，那我就不打扰你，我到寨子里面去看一下。好，哎呀，你到这我很高兴嘛，说你用口音把2044，我就是这么很热情的一个大哥。好了，谢谢你啊。好的，好，看这边的木房子，在大门口的位置，好多都会放上这样的八卦镜。深山当中的2座老屋，其实当地人说这边是鬼屋。我发现从村口走过来，好像不止500米，整整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左右。感觉底下的这栋房子好像还比较好哦，上面的那栋房子应该破旧一些。看这边的路呢，已经特别的荒凉，两边都已经长满了杂草，感觉很久没人从这边走过了。这栋房子的门前有一块稻田，感觉每年应该有人在这边耕种的。稻田里面的水还比较浑浊，应该稻田里面是养的有鱼的。村民们说，最怕人的就是上方的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屋檐背后杂草丛生，门前还有2棵古树，屋顶上爬满了这些杂草，感觉这栋房子已经荒废的时间很久了。整个这边只有2栋房子了。其实他们说，以前这栋木房子的上方也有些房屋的，但是当地人都不敢在这边居住，都搬走了。门口的这2棵古树看起来很有年代感，树皮之上都长满了青苔。门口的位置我们发现了好大一个轮胎，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车的？这个轮胎感觉放了很多年，现在都不要了。很诡异的是，在这边的砖墙之上写了4个字：闲人免入。整栋房子啊显得特别的老旧。这边就是堂屋的位置，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在中间的位置有牌位的，地上很凌乱，放的有些当年这户主人家生活的一些物品。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算是客厅吧，装的有木地板。那我们抬头往上面看一看，这栋房子的上方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像帆一样的，隐隐约约看到中间有个孙字。实际上当地人告诉我，以前整栋房子都是挂满了这样的一些帆符，现在被人呢给拿走了，已经是看不到了。然后这边还有些红纸，可能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吧，很多东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特别的凌乱，里面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年没人在这边居住了。当年这栋房子究竟发生过什么呢？现在也是不得而知。整栋房子呢只有3个房间，就在房子的背后，这边是一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房间。然后整个
前面呢连在一起是一个客厅，2楼呢是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的，在那边呢用篷布盖的应该是一个棺材，见官发财，盖起来了，就在那个位置。其实我非常的好奇，这个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看，这个是人为故意挂上去的，然后是用这个竹片给编织起来的，感觉像个小背篓。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不知道怎么说，特别的奇怪，悬挂在这边，有风吹，一直在摇放。这件衣服当年应该是这户主人家的，这里有个皮箱，里面的衣服好像没收走，直接这样子，感觉特别的阴森恐怖。这是一个木架床，这里还有个椅子，上面有个木架子，冬天呢应该是熏腊肉在这边。其实大白天来到这边，我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从整栋房子遗留的生活物品也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应该是整体搬走了，当然有些东西是丢弃在这边。当地人都说这栋房子以前有很多故事，那我们走过来之后，确实里面也看得出有很多怪异的地方。大家觉得究竟可怕吗？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啊，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